面對情緒失控者的安全守則。星期一早上9點12分，你剛剛泡好第一杯咖啡，電腦才剛打開，準備開始新的一周，突然一聲怒吼從隔壁會議室傳來：你們到底想怎樣？都說了，不是我的錯。你愣住了，是誰？是彼得。部門裡出了名 EQ 不穩定，但能力很強的那位。會議室裡，其他人像釘子一樣釘在椅子上，氣氛冰凍。你望向經理，他只是尷尬一笑，像沒事發生。你心想，這種情緒炸彈，我該怎麼應對？我又不是他的治療師。沒錯，你不是他的治療師，也不該當他的情緒垃圾桶。但在現實生活中，這樣的場景是不是太熟悉了？親人無預警情緒爆炸，同事動不動冷嘲熱諷，伴侶為了一點小事瞬間暴怒，有人經常崩潰落淚，讓你內疚又無助。這一堂課，我們就來談談，當情緒失控者在你面前上演情緒風暴，你該怎麼安全撤離，不被捲入，不再受傷。情緒失控者不是壞人，但他們的情緒可以毀了你。我們先釐清一件事，情緒失控不等於壞人，情緒穩定不等於不在乎。許多情緒失控者其實是因為長期壓抑終於爆發，缺乏情緒表達的語言，習慣用情緒操控來獲得關注，從沒學過如何健康表達不滿。但他們的處理方式會造成一個結果，別人必須為他們的情緒承擔後果。這就像一台壞掉的洗衣機，水不斷溢出，泡沫到處噴濺，你不是機械師，卻得擦地、收拾、安撫客人、補償損失，最後還得道歉，不好意思，他今天情緒不太好。而你自己呢？你已經精疲力盡，卻沒人看到你也快要爆炸了。在職場、家庭、朋友圈中，常見的情緒失控者可分為以下5種： 1. 火山型，突然爆炸，言語攻擊。常見語錄：你們到底在搞什麼？為什麼每次都這樣？你從未預警，只知道1秒前還正常，1秒後就狂風暴雨。2. 洪水型，情緒泛濫，控制不住哭泣或大叫。常見語錄：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每次一有壓力就崩潰大哭，旁人只能傻傻陪笑或手足無措。3. 冷凍型，冷戰，沉默，拒絕互動。常見語錄：沒話，只有空氣變冷。不講話，不回應，但你知道那股冰冷正在逼近你。4. 甩鍋型，怪罪他人，逃避責任。常見語錄：我會這樣，都是因為你讓我受傷。永遠是別人的錯，永遠需要你來修補他的情緒裂痕。5. 反轉型，一哭二鬧三反擊。常見語錄：你不要再說了，我會做傻事。原來你根本不在乎我。情緒勒索高手，讓你每次想設立界限都變成罪人。你身邊是否就有一位或多位這樣的情緒風暴產生器？他們可能是你愛的人、共事的人、避不掉的人，但不代表你必須無限包容。情緒失控的背後，往往藏着控制慾。讓我們揭開情緒失控者的面具，看看底下是什麼。情緒風暴很多時候不只是情緒來了，而是一種控制手段，用暴怒讓別人閉嘴，用哭泣讓別人讓步，用冷戰讓別人焦慮，用自責讓你不敢拒絕。他們未必有意識這樣做，但習慣一旦建立，就成為情緒上的潛規則。而你
常常就掉進了這樣的循環。他失控，你讓步，他如釋重負，下一次再失控，你更怕了，他情緒控制力越來越低。要打破這個循環，不是幫對方穩住情緒，而是幫自己建立守則。安全守則1，不急着反應，先穩住自己的情緒。當對方情緒炸開，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？想回嘴，想逃，想安撫他，這些都是本能，但本能往往會讓你被捲入情緒的陷阱。第一守則是穩住自己，才能不被拖走。你可以先默念，這是他的情緒，不是我的責任。給自己幾秒鐘，不急着說話。當你保持冷靜，就能開始看清對方到底在傳遞什麼訊息。安全守則2，不幫他滅火，但也不往火堆裡丟柴。你不必扮演滅火隊員。當對方情緒失控，你不是義務修復者，但你也別變成火上加油者，別挑釁、嘲諷、論戰。你可以溫和地說，我聽見你很生氣，我們可不可以等情緒平穩後再談？我願意聽你說，但我希望你不要大聲罵我。我想暫停一下，等我們都冷靜下來，再討論好嗎？這不是逃避，而是設定安全距離。你不是關掉它，而是關起門來保護你自己。安全守則3，別被情緒炸彈洗腦。有些情緒失控者擅長製造你就是不夠好的情緒場域，他們會讓你覺得你不哄他是你沒愛心，你拒絕他是你太冷血，你說真話是你太殘忍。久而久之，你真的會相信，是不是我哪裡不好才讓他變這樣？請停下這個思緒，你不是兇手，你是幸存者。你可以選擇幫助，但不是義務照顧所有情緒。你可以說，我尊重你的感受，但我不能為此負責。這不是無情，而是清醒。安全守則4，為自己設下退出機制。這是最關鍵的一條。你要知道，你可以走開，對方爆氣，你可以說，我先離開一下，我不想讓情況變得更糟。對方情緒勒索，你可以說，我需要時間想清楚，我不想在壓力下做決定。對方反覆情緒失控，你可以設定，這樣的對話方式，我沒辦法繼續接受。你不是在逃避衝突，而是在為自己斷電，保護系統不當機。你有離開的自由，有暫停的權利，有保護自己的責任。結語，你不是情緒的消音器。這個世界充滿各種情緒失控者，他們未必壞，但他們未必學會了成熟。你不需要為他們的課題買單，更不該為了保全關係而損耗自己。請記得，你不是情緒的調節員、消防員，也不是無限容器。你是有價值的個體，值得一段健康的互動方式。你有權說不，有權離開，也有權活得安穩。下一次，當情緒風暴再度襲來，別急着接住它，先把自己的情緒防護罩戴好，然後從容地說，我們可以之後再談。